整整30万。你快打我一下。我就是让你轻轻打我一下，你还给我来如来神掌呢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这么多钱，飞来横财，怎么处理？还用想吗？甩开膀子花呀！啊，你说，我开一慈善机构啊，收留你们这些老弱病残容易吗？我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过着衣不蔽体啊、饥寒交迫的日子。苍天终于睁开了双眼。Thank you。马上给我订3张去马尔代夫的全价头等舱机票，咱们趁着夜色就出发，迎着马尔代夫的朝阳，开始崭新的生活。先待他个小半年啊，钱花光了，咱们再杀回来。不行，得意莫忘失一时，不能太张扬。你说，现在找强子这事儿，基本上已经变成天方夜谭。先用这些钱把你的戒指赎回来吧，这才叫好钢用在刀刃上。至于剩下的钱，就归我所有啊，就当你交房租了。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你得给我记住了，你欠我一次马尔代夫之旅。观世音菩萨，王母娘娘，玉皇大帝显灵啦！我好聪明，否极泰来了！可是这些钱并不是咱们的。别啊！你少给我来这套路不拾遗、拾金不昧的大道理啊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自己个儿照顾好自己个儿，那就是对社会主义做贡献了。你想想，这么多钱，自打他们生出来，一直到我们手里，经历了多少曲折，历经了多少磨难，老天爷他老人家得费多少心思，仔细的计算啊，周密的策划，才能送到你我手里。可是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这么多现金肯定是有急用的，万一是治病的钱，或者给山区的孩子买书本还有衣服的钱。你太能联想了，既然钱已经不请自到了，你就不要再庸人自扰了。容我再想想，不，哎，聪明，顺着我的思路想啊，咱们动脑筋。你就说，这么多钱啊，谁会没事带这么多钱在身上？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人，对不对？不敢存在银行，也不敢在商店刷卡，没准儿就是毒贩子、人贩子，再没准儿杀手，无恶不作的那种赏金杀手。哎，再没准儿就是强子那种混蛋、王八蛋、狗懒子呀。再没准儿就是用来行贿的。你说我们不把这些钱留下，明儿个就得有哪个廉政的官员下马了。那要是受贿的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把这些钱留下了，算是给那人以恶有恶报的教育，没准以后他就洗心革面了呢。我再想想吧，我们郝家世世代代清清白白，不能毁在我这代手里。
事情呢，就是这么个事情。30万，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是谁把行李落在你车上的，那就按我说的办吧。我每天拉那么多客人，多半都是提旅行箱的，我哪能记住是谁落的呀？你就和聪明商量着办吧。经常发生这种丢东西的事儿吗？经常啊。哎，西川，上次有人把5万块钱落你车上了，咱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？消费了呀。那你有没有找过事主啊？没法找，去哪儿找？就是北京那么大。我记得上次那人是在 MoMA 附近上的车，然后我在 MoMA 附近等了他好几天，最后也没见着那人。那你起码也是做了努力了呀。能不能长点心？气死我了！你简直就是在帮倒忙。本来聪明已经被我说服了，向前投降了。我这些脑细胞全白费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说我消费了呀。那你不能说你在MoMA等过那个人，直接说谁捡着就归谁，彻底把聪明心中那拾金不昧的火苗给灭了呀。那不成。我好不容易在聪明面前树立起来的勤劳朴实的光辉形象，那么一说，不全毁了？得不偿失。就你会算，我为了帮你，我愣把一拾金不昧、难能可贵的小姑娘往邪道上拐带，我都变身教唆犯了啊！你稍微牺牲一点点种了。哎呀，你要不说帮忙这事儿，我估计又得忘了。加拿大的学校该寄成绩单了，我缺课太多，没法考试，你得帮我准备一下，去弄份假的成绩单，我回头还得应付我爸呢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在你这儿就一全职秘书。快吃吧。你自己在这慢慢吃吧，一会儿叫我来刷碗。钱没了。啊？钱没了。啊，我拿走了。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单身人士的小心肝啊？啊，还急得我连大衣都没穿，差点我就裸奔着来了。笑屁呀！可没良心的，拿走钱不跟我说一声吗？而且还不接我电话，害得我牙都没刷，马拉松着就奔你们美克拉美了。哎，你就当锻炼身体了吧。行了，看在钱没丢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怎么样？戒指赎回来了，一切 OK？ 一切 OK， 都办妥了。我已经交给广播电台了，他们会每小时播报一次寻找失主的，我估计不出1天就可以找到了。30万，眼睛都不眨就送别人了。你跟西川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天真啊？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你那点愚蠢的善良就变得美好起来的。可是那本来就是别人的钱，没准是人家一家人辛辛苦苦赚了20-30年准备买房子的钱呢。那里面有他们的青春，有他们的梦想，有他们想在北京有一个家的梦想。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就剥夺了人家的幸福。万一那是人家治病的钱，那就更糟糕了。生命最重要，不是吗？中国人最信奉的就是活着了。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贪婪让一个人失去了生命。还有，我不想因为那些钱每天做噩梦。说完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那是小之又小。就算有1/1000的几率，我也不能让它发生。好聪明，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太他妈不聪明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傻子，好聪明。我
我已经傻了若干年了，还准备继续傻下去。哪个电台？这个吧，交通广播。